今天就边化妆边跟大家聊一聊我对痘痘的看法和我是用什么样的思路去解决这种时不时出现的这种痘痘问题，可不可以痊愈？我认为是可以痊愈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很久的一段时间都在长痘痘，就是一直在长，像我差不多长了10年的痘痘，这么长的时间，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立马解决的。但是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发现问题的原因出在哪里，交流一下嘛，经验嘛，我认为是有效的思路，而且之后有可能让我尽量以后都不去长痘痘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现在脸上是护肤完了，擦完防晒了，现在挑的这个小样是迪奥的一个叫做 Forever Skin Glow， 应该是比较亮的哈。2N 其实应该就更 close to 我的颜色，但是它已经被我打开了，就当时在手上试了一下，然后就干巴掉了。那我今天就只能用一斤。长痘痘这个事儿啊，是真的是特别的困扰。我这次下定决心呢，我就是现在做博主吧，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你能看到或者是听到很多朋友说，因为看了我的视频，然后皮肤变得越来越好。哇塞，这个就真的是觉得自个儿可积德了，知道吗？我在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不是属于那种上纲上线的，一定要这个东西从哪里出处啊，这个谁写的论文啊，所以我自己生活、学习、工作都是带着一种辩证性思维的我喜欢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生活才有乐趣。那如果什么东西别人都告诉你了，给你摆在眼前了哈，然后你却一点怀疑、一点质疑都没有的话，你怎么样进步呢？你只有在怀疑、质疑的过程中，maybe 你会肯定别人，他说的真的是没有错。那很多情况下，我觉得1半以上的情况下，你都会否认别人的想法。当然了，我不是说生活中我就是说没事爱找茬的这种人哈，但是如果遇到真正去自己处理面对的问题，我认为辩证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说照搬照抄，而且尤其是自己的问题，对吧？你自己的问题你需要自己掌控哎呦，你看稍微拍晚一点，它就粘巴在上面了。刚才应该稍微打个底，因为我的脸已经擦了这个面霜，已经擦了很久了。打个底或者喷个水会更好。你觉得它遮瑕好像是不咋地，你看这些东西都没有遮住，但是整个妆感就是非常的轻薄，但是它干得很快，它应该是属于很扒脸的粉底，这么干的这么快。说起来痘痘这件事，最值得让我们去考虑的就是皮肤的作用，就是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认为皮肤它就是一个告诉我们身体内脏的一个晴雨表，但是它的功能是什么？我身体最大的一个排泄器官。没错，就是排泄器官。你看我们所有带动的地方，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双向的，包括我们的眼睛，其实都是双向，它有能进的，它也能出，它能把你的光能吸进去，在你的大脑里面形成这种图像，同时它也要出气的我们的指甲也是。是不是它要出气？你看用做指甲，你看我现在为什么不做指甲？一个是我就做饭，你知道，我做指甲总会觉得，哟，这个东西，怎么突然掉了一小块，是不是掉哪盘菜里面了？下面那2窍呢，就是最主要还是排泄。那皮肤我认为最主要的也是排泄，虽然说，它也是双向的，就是它也能从周围的环境包括从我们擦的护肤品里面去吸收一些东西，但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帮我们把身上的这种毒素也好，所谓毒素就是不需要的。在我看来，我们身上有3种物质，第一种物质就是都是从我们嘴巴吃或者从我们的皮肤身上吸收过来的，外面有能量什么的，是我们身体需要的物质，就是我们是被设计成需要来吸收或是吃这些东西才能活下去的这种物质，就对身体是有需要的。第2种物质就是it's okay， 你先暂时在我身体里面也行，就不影响身体其他的进展不影响身体的发展，就是一个中性的。那也可能会随之排泄出去，慢慢的代谢出去，但是它在整个过程中它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存在的物质如果有的话，肯定是占少数。那第3种物质就是毒。这个毒这个字儿中国用的特别好。其实说来就是咱不管它西方科学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化学物质有什么样的物理特性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身体不需要的，不但不需要，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的。咱也不说什么产生这种废物自由基就我们身体本身在消耗能量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煤渣对吧？能量烧煤一个原理对吧？就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吃进去的，包括从我们的皮肤上面吸收的这些东西，它都需要排出去。
这排的所有的东西，咱们中国一个字儿就传神了，就是毒或者叫毒素，对吧？那我就认为这个皮肤的最大的功能就是排毒，因为它有这个功能了，所以咱们要考虑到咱们不能阻碍它的功能，并且应该想尽一切的办法让这个功能最通畅。大小便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说我们多喝水啊，是不是让小便通畅？便秘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需要去解决？不解决，你身体日久天长就有这个状况。那皮肤也是一样。那首先就是我们不要忘了，先去让它发挥它本该有的最大的功能，不要去做任何影响到它本身功能的发挥。这个时候我就不建议大家多敷面膜了，因为敷面膜本身就是一个反向的操作。因为我们皮肤，尤其是你在洗完澡之后，它会怎么样？它会散热。它散热的同时，它是排出来一些什么气体？你虽然咱们看不到，眼睛看不到，鼻子闻不见那个味儿哈，但是它确实会有这样子的功能。那这个时候你噗要来一个冰镇面膜贴上去了，那不用说了，那肯定会影响皮肤本身。应该尽职尽责去做。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发现我们人体最多菌群的地方是哪里？是肠道，对吧？但是大家知不知道，除了肠道之外，我们的皮肤这个面积这么大哈，每一寸我们的肌肤上面都是生活着无数的小生命，无数的这种小精灵。看小宝宝从妈妈的肠道里出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接触的脸上啊、鼻子里啊、嘴巴里啊，都是妈妈肠道里面的益生菌。这个就是我们最早产生益生菌的地方。因为我儿子是剖腹产嘛，他小的时候有这个牛奶过敏，那我也有做过相关的这些 research， 做过一些调查。剖腹产生下来的孩子呢，之后对食物啊或对环境的这个过敏的几率就会增加。那甚至有一些欧美的这种科学家，他们会给这种新生儿去涂抹那个母亲分泌物，涂了和没涂，孩子之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健康程度和他对食物以及周围事物的敏感度就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可见皮肤上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又说明了一点，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使劲的每一天去扒皮，长效的 VC， 或者是去用这种酸性 IC 的这种东西。之前视频跟大家讲了，这个碱性，比如说肥皂这个东西，它杀菌就是很厉害，但它在杀菌的过程中，它分不清好的坏的，它都给你杀掉了。酒精类的这种产品，它都有可能去破坏我们皮肤的这个生态的环境。其实人们早就发现了哈，即使在从不长痘的人的脸上，也会存在致痘的这种痤疮杆菌和其他的一些致痘细菌。那它们的量比较小，那当然了，如果因为你长痘嘛，你这个量它就会繁殖滋生的更快，也就说明其实我们长痘并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有这个细菌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锅推给细菌，因为人家也有，人家一辈子都不长痘，但是他脸上也有那个细菌。细菌是什么？细菌就是给他一点甜头，它就会滋生，就会暴涨的。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哈，这个皮肤呢，它是一个排泄器官，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细菌它是从哪来的？它是从外面，因为我们脏嘛，所以才有这种细菌吗？那肯定不是，这个细菌它一定是从我们身上来的。T Beauty 的这个粉擦上去之后，皮肤就特别的干净。我认为就是痘痘这个问题呢，它是出现在我们的皮肤去往外散气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小问题，遇到了一些坎坷波折，从而出现一系列的这种炎症反应。发散思维的想一想哈，做过饭的姐妹们，咱们就想想，擦油烟机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往油烟机上浇油了没有？你都是因为在炒菜的过程中热，把这个油给带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带到这个油烟机的上面，就产生了一些这种油腻子。用这个思维就想，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的中医的这种理论。咱们中医史其实就是最物理的这些东西，把我们的这个气往外排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那本身我们的毛孔出油是不是正常？我认为出油是正常的，因为有很多人，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出油，它不一定长痘，对吧？就是出油跟这个细菌一样，它并不是一个关键，就是它可以正常的好好的出一些干净的油，这是我们皮肤的一个功能，就是需要让它散气出油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们再去想想这个油烟机哈。它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那种大疙瘩？就它出不去，因为我们这种人常年时间油多了，我们的毛孔就已经为它打开一个大口了，对吧？就比别人的门儿和窗要大一些了。但是为什么它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咱们就想想那个油烟机上，有时候它不仅仅是一层均匀的油腻子，它有时候还会这个上面就会带一点点，就稍微厚一点的这种油。那我认为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即使咱们这个门已经给它开的够大了，但是隔不住这个油比较浓，或者油比较大。再一个还有可能就是说，这是它本身就不应该出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物质，但是呢，它就必须要从皮肤排毒的这个渠道出去。哎，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产生了堵塞？画眉毛就不太好讲话。中医讲这个长痘，要不就是湿热，对吧？要不就是痰湿。痰是什么哈？很有意思。我经常会让我儿子想一个话题，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之后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我讲痰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看我视频的人哈，都是阳过来的哈。哎，你发现你刚开始的时候咳嗽是干咳，等你发完烧之后呢，你咳嗽就开始有痰了。这个痰是什么？痰其实就是你炎症之后的你的凋亡的这些细胞，身体对你这个细胞的清理。那它有时候会通过鼻涕，流鼻涕哈，流那种浓鼻涕，稠稠的，然后或者是通过这种痰，哎，你咽到肚子里也好啊，然后直接就排出来或者吐出来，都排出来了。所以痰呢，它是身体炎症后细胞凋谢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媒介，或者是因为炎症产生炎症之后，自己身体开始打扫这个净化你这个战场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帮你这些死亡的这种将士们哈，就一起怎么样把它给从身体里运输出去。就很多人不是之前得这个新冠就产生了肺炎嘛，这个时候就很危险，因为它那个痰呢就堵塞到肺里面了，你产生呼吸困难，最后很多人都是被憋死的。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那我们身体需要去清理这个问题，然后造成了一些堵塞的状况，造成了一些热，痰多了就生热。你看痰刚开始吐出来的时候是清的，如果你要是再不去解决这个问题，时间久了它就成黄的。说有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你身体其他的地方出现了某些炎症。我身边就有一个姐妹，她当时出现了心肌炎，她就突然之间好好的皮肤，其实她是薄皮，她好好的皮肤她就开始爆发型的长痘痘，长那种大脓包。完了之后她心肌炎好了就立马好了。那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不是从怀孕开始长痘痘嘛，然后我怀孕呢很不巧就是生孩子是剖腹产，剖腹产之后不是打了1天的这种抗生素嘛，打完抗生素，哎呦那几天我的皮肤可能是这么多年来最好的，就是这个抗生素一针下去之后，你知道吗？就把你身上的炎症全部都给消了，然后那个皮肤状态就特别好。那我们痘痘里面那种扑出来那种黄的脓啊，那些细菌在你的皮肤里面吃掉你的皮肤同时一些产生或者是排泄的一些物质和我们的免疫系统斗争之后留下来的一个产物。湿热是什么？哎，中医这个词儿，这个东西真的特别有意思。湿是什么？湿就是比如说水汽，臭水沟旁边热是什么？夏天的臭水沟旁边，你就能看到那种热气蒸腾起来。哎，你说清晨春雨蒸腾的这个气和夏天臭水沟蒸腾的这个气完全不一样。你这种干净的水蒸腾的和这种臭水沟里面的这种水蒸腾出来的，虽然都是水汽哈，是吧？蒸腾，但是里面的这种物质是绝对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身上如果有湿，哎，其实这个东西很难控制的。我认为大部分人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湿。那这个湿气呢，你需要根据自己的状态去调节。长时间的湿呢，就是一个死水一潭，就会变成臭水沟。那这个时候你身上有热，就变成夏天的臭水沟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这个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脸上面颊或者头里面、头发里面或者头皮上长包因为这个热气最脏的这些东西它都会往外走。又说到了我们的皮肤最大的功能，是不是？它就是什么？它有热气，它就蒸腾出来。我们的脸这个头是最爱出汗的地方，先出汗的就是头、心口嘴后背什么的，是吧？也都是最先去排泄这些所谓这种湿热和湿气。痰湿首先咱们要保持健康，比如说你早睡。睡眠的时间足够，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修复的时间 recover。即使你身体的某一些部位出现状况了，也可以通过睡眠去进行一个自我修护。所以睡眠是最好的一个抗炎方式。再一个，我们可以吃一些抗炎的食物这都可以去帮助我们从根本来解决我们这个痘痘问题。我认为湿和热中，湿是应该先去被考虑到的，甚至刚才说了，这个湿是与我们长期共存的，要去找到这种拿捏和控制和抑制它的那个小手段，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些怎么吃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红豆薏米水这些东西可以帮我们排湿哈。然后再一个，就比如说我们要
即使湿，我们要让它是干净的湿，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做到通便。姐妹们，通便啊，那些垃圾啊、脏不拉几的东西哈，都把它给排出去，就是起码有点湿吧。我们也让它是干净的湿。当然了，去湿还是第一步。再来个隐形眼镜，然后今天眼影准备简单一点，就用这2个眼影笔。这个先用这个金色的画到眼头，画在后眼尾处，这真的很方便。往上晕开。稍微晕到上面一点点，又把它晕开。哎，下眼线，前面就贴着线面画，下面把它画出来。眼尾这个地方，我再用眼线液笔稍微加一点。上面这么多东西，那我们如果是比较爱长痘的，一张长了好几年的这些姐妹们，到底应该做点什么，能从以上的这种思维可以去解决痘痘问题呢？第一个就是把其他的这种排泄口疏通一遍，所有的排泄口要保持全部都通畅，这个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比如说大小便呢，还有一个女生非常重要的就是例假，例假也是排毒，也是我们每个月的排毒的过程。看我们怎么有这么多毒。第二点去湿热的一个好办法，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器官啊、内脏怎么样保养，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注意到的，或很难去琢磨体验到的。所以这个哪个地方有没有炎症啊，这个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大概念的对炎症啊怎么样产生啊这样认识啊。就像刚才说了，我认为最有效的能帮我们身体去解决炎症问题啊，就我们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好好的睡觉，就是作息要安排好。那除此之外，就很难去琢磨到底哪一个内脏出现了什么问题啊，什么心脏血管出现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我们根本就很无厘头的搞不清楚到底哪个地方它怎么样，它就会有炎症了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努力用功放在湿热上面。其实你减少湿热，你身体里面那些毒素你排泄干净之后，你的炎症，就你那种细菌也好啊，有毒物质也好，在身体里面产生的炎症自然而然就会少了。那去湿热最好的一个方法，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少吃。其实我们很多的湿热，尤其我们现代人很多湿热都是因为吃太多，有的不一定吃太多，有的是你吃的东西多，但你自己身体消耗的慢啊，也会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俩吃一样的物质，他的小脸干干净净的，但是因为你自己本身这个整个的机能可能是不是比人家消化的慢，你就会日积月累去产生这个湿热。一个它不消化这个问题哈，之前咱们在视频里面讲了，它不仅仅是吃的多，它还有可能比如紧张，是不是缩起来了紧张，这个状态下你的这个肠胃就不运作了，对不对？还有本身我们是不是身体里面有一些遗传因素啊，有一些什么家族病史啊，或者是之前因为落下的这种病根啊，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食物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完全的代谢，造成这个湿热的问题。刷睫毛先用这个还是兰蔻的那个睫毛打底，哇，怎么这么难拧？我的脸更有立体一些。没有什么棱角，倩碧的05 Nude Pop，刷睫毛很容易就刷到你的眼皮上，太宽了。我有时候在考虑，那我是不是先把身体里面的这个湿给控制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污垢啊什么都去排除好，然后才喝咖啡就没事了呢？就是人总会有这个侥幸哈。如果我要尝试了，我一定会在视频里面告诉大家，不然的话，咱们这么多爱喝咖啡的这种咖啡强烈爱好者哈，真的是太痛苦了。然后接下来呢，我要画一个，因为这个颜色它是非常偏纯色，就是健康纯色。那我接下来再涂一个红唇，过年了嘛，迪奥999，这个是哑光版本的哦，这么红，哇，好红啊！哇，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绝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妆容啊，很少画这个大红唇哈，除非你要上台啊这种状况才会画哈，很少画，因为跟我的气质就严重不符。你说我这个小嘴巴这么能讲哈，这个红唇好像都集中在我这个嘴上了。再一个，我好像觉得这个红唇更适合有棱有角的这样子，就是这个轮廓。我本身就是脸比较圆，然后一画感觉全是圆圈儿，眼睛也比较圆，鼻子也比较圆。
你嘴巴也比较圆，所以一般来讲我就都比较喜欢，就大家看我视频也知道，我就比较喜欢这种裸色的这种唇妆。那今天呢，也就是图个新鲜，画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效果怎么样。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啊。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视频的内容，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